这物理一击太真实了，痛感模拟能关了吗？求你！测到宿主因素，系统强制绑定成功，复试自诊发。当前处置状况 SP 10点，安全区半径5米9位，是否立即展开？展开！立刻展开！客栈当前请宿主在生存点耗尽前，尽快标领人工。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，10小时后能量耗尽，我还是得死。这不是游戏，系统能让我在这个世界生存吗？不行，这是我最后的筹码，不能就这么喝了。没人，10小时后也是死，但谁会信一个凭空出现的帐篷？小兔崽子，把药留下，老子留你个全尸！这是我妹妹的药，不给，死也不给！往这跑，进白光里，快点！妈的，邪门！这地方有古怪！感谢相救，我叫雷子，你是谁？守卫居民已进入，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请问宿主是否现在升级？升级，立刻！这里是平安客栈，在这里外面的人伤不到你。真的吗？如果是假的，你早就被那伙人撕碎了。我能给你安全的庇护和救命水，但我从不做赔本买卖。你想活下去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交出物资付房租，我就允许你留在这里。我身上连一块废土钢镚都没了，我没东西交房租。没东西？那你包里装的是什么？拿出来。不行，这是给我妹妹的，她被留在了南边的地窖里，这是我用半条命扒出来的抗生素。老板，你能弄出安全区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求求你救救我妹妹，只要你能救她，我什么都愿意干。我可以救你妹妹，客栈也会有她的一张床位。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等客栈有了足够的底牌，我会带你去接她。现在，拿你自己抵债吧。成功登记守卫1级劳工，当前每日被动 SP 收益+5。同情心又不产生 SP， 只有规则。邪门！昨天还是破帐篷，今天成了木房子。老大，是不是有高阶武器在筑巢？别急。SP 余额38.00，37.95，吸收物理撞击。果然是能量屏障，只要撞击就会消耗它的能量。屋里的人听着，我们是黑狼帮的外遣队，我们不要你的房，只要你手里的净水和药，10项的，每天交出10升水，我们保你平安，否则老子在外面围死你。3个身强力壮的雇佣兵，那就是3个挑水的，3个夯土的，送上门没有不收的道理。警告：检测到高能爆炸物，屏障底域近距离爆炸，预计消耗 SP 35点，当前 SP 余额37.85点，一旦 SP 归0，安全区将永久关闭。硬盘等于破产，只能用重力网。总比现在就被炸死强。激活！董事，气象站最后一次公报，超重度黑雨将在48小时内覆盖本区，我们的电池撑不到那个时候了。慌什么？我们手里有枪，废土上总有能充电的地方。报告，07号无人区刚刚测到一次极强烈的空间重力与地热能双重爆发，能量指数超过了普通的2级觉醒者。修改航线，放弃去0号城的计划，全速前往07号盐碱地，抢在黑雨来临前把这个地热堆夺下来，作为我们新的避难所。
系统警告：宿主碳基脊椎负载已达85%，继续强行运转将导致永久性下肢瘫痪，建议尽快进行细胞重固。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关掉重力，但会顺便拧断你们的脖子，扔出去喂丧尸；第二，签了这份协议，用劳动换命。我签。苏老板，我们认栽，只要给口饭吃。老板，独眼龙干活的时候一直在往你这边抽，他不是真心服输。绘图上没有准成，雷子今晚我们轮班守夜，任何靠近水井或者柜台3米内，直接开枪，别让他们看到你手抖。是，老板。主线任务2完成，建立基础防御围墙，康普级，客栈升级中。客栈升级完毕，当前 SP 余额31点。老板，咱们现在有了土房，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去救救我妹妹？走吧，去接你妹妹。老板，方圆3里能刨出来的旧砖瓦我们都弄来了，不过种地光刨地没用，这片地辐射重，种子落下去就烂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区域性中地贸易频段，目标流伤老基的移动口队，预计抵达07号地界72小时后。雷子准备，我们走。阿玲，哥拿到药了，不怕，马上就好了。阿玲，看得到哥哥吗？你没事了。警告：符咒体处于极重度辐射环境过境，基因受损抗排异血清注射立马去留排异，易变率97%，100%。老板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他更痛苦了？别杀他！老板，求求你别杀他！他已经不是阿林了，雷子，我必须……求你把我这条命拿走，别开枪！系统封锁地下室，建立地下2级隔离舱。我不杀他，但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救他。使用搜集材料，客栈升级为 L1 3进中装瓦房，消耗15点 SP，当前 SP 余额0点。警告：能源耗尽，客栈进入最低表征休眠模式，客栈每日 SP 能耗加1。这就是废土，没有奇迹，每一步都浸透了血。我是龙城科技的董事，苏老板，石家让我们接管，我可以给你们龙城2等公民的身份，劝你好好听话。白夫人，在这里还得听我的，进去看看吧。你的龙城科技设备留在这里，比带回废墟当破铜烂铁更有价值。你替我办事，我给你活路，这不是商量，是交易。白董，你自己选。苏老板，你讲规矩，我可以在你的这片盐碱地上种出稻子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给外面的难民每天1碗粥。客栈不养闲人顾老，1碗稀粥消耗100毫升净化水，50克稻米。按规矩，外围营地需要每天向客栈提供1金刚渣或废铁作为交换。成交。这碗粥我们用劳动力买。升级为2进中装瓦系统，安全区半径扩大至15米。检测到1级员工濒临死亡，宿主可前往康复制药厂获取基因修复药剂。警告：制药厂位于安全区外4公里，当前 SP 不足以进行远程传送。
带上家伙，跟我跑一趟外勤。是，老板，随时候命。独眼龙，这一路上你最好别动别的心思。你不开枪，不就是怕我死在外面以后，这栋房子会立刻变成你的棺材吗？同归于尽的自毁装置，这女人是在吓唬我，还是真的？雇佣协议里写着，员工不得主动伤害雇主。但如果他是死于废土上的野兽或者丧尸呢？那客栈是不是就会自动落到我这个2级管理人员手里？找到了，我的敏捷不够，正面硬拼生存率只有5%。舔食者没有视觉，他们靠听觉定位，我必须保持静默。有埋伏，老板你顶住，我去找支援。苏老板，别费力气了，这门是液压锁，没有外面的密码重力网也拧不开钢板。独眼龙，雇佣协议上写着，员工不得主动伤害雇主。你想试一试重力环的滋味？协议说的是不得主动伤害，我开枪打你了吗？我拿刀捅你了吗？没有，是铁架自己挡的，是门自己锁的，是废土上的怪物要吃你，这叫意外。只要你死在这儿，客栈的控制权就会顺位继承给老子这个安全部副主管。你死了，协议自动作废。宿主当前状态：脊椎轻度错位、失血、轻度辐射中毒。当前 SP 12点。意外。苏老板，对不住了，末世不养闲人，也不养说空话的主子。定向重力释放，目标我头顶1米。你还有能量？独眼龙，你算漏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通关过100款生存游戏，每一个关卡的撞题者都会在死角留下破局的道具。警告：检测到劳工独眼龙存在间接伤害雇主企图，且该意图已造成雇主生命体征下降。判定违反平安客栈雇佣协议第3条，惩罚机制启动。不对，我没有动手，我没有。苏老板，饶命！我知道错了，是黑狼帮，是他们逼我的。协议的漏洞是我故意留给你的，如果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从背后开枪？你早就知道。在我的游戏里，背叛 NPC 的下场只有一种：当牛做马，直到死。搬上吊，跟在我后面。谁？出来！老大，你吓死我了！怎么走成这鸟样？苏老板呢？你
脖子上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苏老板对你动手了！放开我老大！臭娘们儿，你找死！放下枪。雇佣协议第4条，凡客栈登记员工对雇主产生敌意，并企图使用武力者，扣除当日水粮，并执行1级痛决惩罚。你们签协议的时候没看底下的细则吗？这是什么妖术？这是规则，给你们一个升级为正式员工的机会，找一块干净的木板抬我回去。你做梦！那你们就留在这儿，30分钟后，重力环会拧断你们的脖子。行，算你狠！少六，新门板！苏老板，还有多远？老子的腿要断了！还有1公里，再快点儿！白总，快来帮忙，压不住了！别放绳子，往右边绕，他要把舱门砸开了！白夫人，闪开！系统消耗1点 SP， 对雷子实施定点重力压制。活下来了，死不了。从今天起，客栈立新规：杜大眼降为0级死囚劳工，负责客栈一切重活；王五、赵六降为试用期劳工，在平安客栈不养闲人，也不留叛徒。想要水和食物，拿命和劳动来换。黑鱼来了！系统警告：超重度酸性黑鱼已降临，客栈防护罩防御机制启动 ，SP 消耗速度每分钟1点。外面的酸性浓度比上个月高了3倍，还有多少 SP？ 28点。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，明天天亮前能量就会归零，到时候这栋砖瓦房会在半小时内被酸雨溶穿。苏老板，给口水喝，我们2个把你的命抬回来，肩膀都快废了，连口水都不值。王五，抬门板4公里，抵消你之前对我掏枪的惩罚。你这女人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们不抬你，你早就死在药厂了。不抬我，在出药厂大门的时候，脖子上的重力段就会拧断你们的颈椎，是我救了你们。王五，闭嘴！想活命就听苏老板的。在平安客栈，每一滴水，每1粒米都有价码。后院的排水沟被落叶堵了，酸雨在往地基里渗，去把排水沟清理干净。1人给200毫升净化水，去还是不去？去，我们去。杜大眼，你带他们去，穿上地下室里那2套旧防雨服。你对他们太苛刻了，这时候激怒他们对你没好处。废土上最不值贵的就是同情心，给他们免费的水，明天他们就会想要我的枪。规矩立不起来，这地方撑不过3天。救命！放我进去！求求你们放我进去，我快被烫死了！老大，是人。干你的活儿。老哥，求你，我包里有2块旧电池，还有1卷钢丝，都给你，让我进去躲躲雨。把包扔进来，我帮你跟老板。杜大眼，私自收受物资，意图规避系统交易，扣除你今天全部工时。老板，放我进去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平安客栈不收牛马，规矩：1块废铁或者1节有电的电池换1个小时的避雨时间，没有东西就死在外面。我都快被烫死了，你还要铁？你是不是人？不是，我是这间客栈的老板。是。检测到高能铅酸电池磁2，废旧钢丝15米，折算 SP 6点，已为临时访客开通1号路边避雨位，时长2小时。
烦来了。八子，我说你怎么带着王五他们失踪了？原来是找了个有铁房子的主子。八子，这里是平安客栈，想要避雨，拿干净的铁和电池来换。老子有电瓶，军用卡车上卸下来的，放我们进去。电池坏了，换别的东西。臭娘们儿，你跟老子玩心眼儿！这电瓶老子在废墟里刨了3天，今天你开也得开，不开也得开。苏青，每一次撞击都在消耗我们的备用能量，不能让他们这么砸下去。老子进不去，他也别想活！救命！老板救我！我的时间还没到。放我们进去，否则老子现在就把他的腿剁下来喂狗！老板，我能动手。雷子，退回去，你的辐射还没退完。松手，否则下一枪打你的头。你有枪，有子弹，你护得住这整堵墙吗？老子有10个人，我们天天在外面围着你，砸你的水管，烧你的地，看你能在里面缩多久！苏青，有东西过来了，速度很快，体型比普通野狗大2倍。是铁骑犬，他们闻到了血的味道。狗，是变异狗！放我进去，苏老板，我签协议，我把所有的铁都给你。检测到可转化为劳动力人口8人，是否开启临时防御通道？提示：开启通道将瞬间消耗5点 SP， 且可能引入外部危险源。八子哥，放我进去，我不想死啊！你他妈明明能开门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全放进来？那是老子带出来的兄弟！手松开！他们也是活人！难民的2块电瓶只够换他1个人的位置，你手里的坏电瓶连你自己的命都换不来。我开门是用我自己的能量，他们死是因为他们没有价值的东西来换门票。你想陪他们，我可以送你出去。八子，松手，你斗不过他。喝吧，消个毒的。苏老板，你够狠！废土上杀人越货的土匪我见多了，没一个像你算得这么清楚的。这是平安客栈的1级劳工契约，签了它，每天完成规定的工作，给你们供水、供粮，提供避雨位，并且由医疗部提供基础的感染药物。1级劳工，说白了就是奴隶。不签，现在就滚出去！外面的雨还要下1整夜。八子哥，我想活。八子，签了吧。苏老板这里比外面强，在外面黑狼帮抓到我们，是连皮带骨榨干了扔进万人坑，在这里只要干活，真有水喝。老林，给他们上药，别让他们死在客栈里，浪费我的 SP。苏青，有个坏消息，说酸雨正在腐蚀客栈地基周围的红砖。这栋楼是 LV3的砖瓦房，承重墙不够厚，地基要是塌了，护盾的能量熬点就会失效。需要什么？钢筋、水泥，必须在黑雨停之前把外墙和地基升级到 LV4的混凝土堡垒。我知道哪里有水泥，旧时代的建筑工地，那里有一仓库防潮包装的特水泥，还有整捆的螺纹钢，但那是黑狼帮的地盘。苏老板有胆子去抢吗？
碰撞开始塑化了，这栋楼撑不过12个小时，必须立刻用特种水泥和钢筋把基基封死。苏老板，我刚才说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旧工地的水泥是防潮包装，钢筋也堆在棚子里。黑狼帮在工地留了多少人？6个，2个放哨，4个睡觉。他们有2条土喷子，只要你能分我1瓶干净水，再给我的兄弟分2块消炎药，我带你们摸进去。八子，你骨头又痒了，跟老板谈条件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，把你扔进外面的雨里？大爷现在是条好狗，但光靠叫唤，地基里的水泥能自己长出来？没有我引路，你们连工地的地雷线都踩不明白。在我的账本里，没有讨价还价。你已经签了劳工协议，服从指令，完成任务，你的工时就会增加。有了工时，水和药在吧台随时能兑。不配合，重力环今晚就会把你压死在这儿。签了字，你连死在荒野里的权利都没有。听你的，老板，我跟你去，我手稳，能开枪。不行，你辐射刚好，留下来守店。白董不会用枪，顾老上了年纪，店里的后门需要人盯着。杜大爷、王五，带上家伙，穿防雨服，5分钟后出发。苏老板，黑雨天骨头疼，这药能顶一会儿。出发。就是那儿，铁皮棚里堆的是防潮特种水泥。看见那块防雨布了吗？底下是黑狼帮的暗哨。老板，雨太大，他们看不清。咱们从后面绕过去，直接把棚子撬开。不行，撬铁皮的声音太响。只要一动手，平台上的人往下扔个雷，咱们全得死在棚子里。如果使用重力网强行压迫，2个目标需要消耗10点 SP， 但这样一来，升级主建筑所需的 SP 就会不够，不能用重力。我摸上去，用刀解决一个。太滑，你爬不上去。王五，你包里有废铁吗？有2块烂轴承。往那儿扔。人出来！大黄，去看看。杜大爷，跟狗叫到第3声，开枪。明白。大黄，你发现什么？有埋伏！大黄，咬死他们！枪法挺准。王五，去开棚。杜大爷，放哨。没受潮，都是干的。搬，2袋水泥绑在木板上，钢筋用钢丝扎紧，拖回去。红砖底座已经裂开指头管的缝了，地基在下沉。水泥倒进来，快！
墙外面聚过来了。满足升级条件，等级4混凝土堡垒式客栈，需要消耗35点 SP， 是否升级？确认。系统警告：客栈外部安全区边缘，非登记难民人口已达到24人，离异值42%，离异值达到60%，难民将破坏安全区屏障。老板，他们手里的东西伤不到咱们，但真要冲锋，会消耗护盾的能量。苏老板，废土上的恶鬼最难缠，他们现在还没动手，是因为肚子还没饿到极点。等明天天亮，未待酸水一烧，他们连石头都敢啃。听我的，往天上放2枪，死1、2个，剩下的自然就散。苏老板，不能开枪。这些人都是附近铁矿场和菜市场的苦力，手上有力气。要是打散了，以后咱们上哪儿找筑墙的工人？客栈的存粮还剩80斤粗麦，2袋脱水野菜，如果给他们分，最多撑3天，13.5点 SP。如果难民强行冲撞屏障，屏障每承受1次物理攻击就会扣除0.1点 SP。顾老，后厨那口生铁锅有多大2尺宽，炖1头猪都够。抬出来。王五、赵六去搬铁锅。顾老，抓2斤粗麦，3斤野菜。杜大爷，你带人去后面砍树生火。苏老板，你真要请这帮恶鬼吃斋？在我的客栈，没有请这个字。老板，给口吃的，我们快饿死了。平安客栈不施舍，1碗粥换10斤废铁，或者1具完整的异化兽尸体。废土上到处都是死人，你守着铁房子，还要榨干我们最后一滴血。大家冲进去，砸开这层皮，里面多的是粮食。哪个皮痒的，往前走1步试试。成，顾老，给成。是真的，是真麦子。我找到一个1.2个，别抢，这块铁板是我先看见的。接收废旧金属320公斤，折算 SP 32点。苏老板，老金，有伤老金的驼队在南边黑风口被强盗围了，他们正往这边跑。对方有多少人？什么枪3辆卡车，是死路的人，他们有2挺重机枪，1辆车上还焊着钢板。老金的货车绑了一条菜，正往十字路这边推。苏老板，死路是南边黑风口的恶匪，带头的是秃鹰，那家伙是个疯子，专门抢劫商队，抢完人还要拖回去吊在铁丝网上剥皮，咱们惹不起，得赶紧把大门锁死。闭嘴！老板没发话，你再往后退1步，我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。你现在是客栈的劳工，逃跑等同于叛变。老板，咱们刚升级了混凝土外墙，如果他们用重机枪扫射，屏障能撑住，但 SP 消耗会很大。如果是重机枪持续扫射，客栈只能撑30秒。苏青，系统数据库里有老金的档案，老金是这片盐碱地唯一的2级油商。如果他的驼队被死炉吃掉，客栈的全球连锁计划第1阶段就会永久失效，我们无法建立稳定的外部物资交换通道。老金的车队里有我们需要的高能电容和无污染土性改良剂。王五、赵六，在上2楼露台，守住左右2个射击孔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开枪。明白。陆大眼，
你带八字手在石桥左侧的断墙后面，等老金的车进安全区，立刻用沙袋把石桥堵死。是，拿上你的钢钎，跟我走。苏老板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妈的，这里什么时候起了栋水泥房子？苏老板，救救我！我的货都在车上，他们要杀光我们！老金，客栈不做亏本买卖。我给你1箱高能电容，还有2袋土质改良剂。不够，我要你车上80%的物资。里面的人，男的杀光，女的带回去。机枪手，给老子把这破房子扫平！雷子，打机枪手。收到。用狙击手给老子压上去，用手雷炸开那层光。2公吨的改装车，那就留在地里。这是什么妖术？退，快退！杜大爷，把桥堵死，一个也别放够。麻子，使劲儿，把钢钎插进轴承里。杜大爷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杂碎，每个女人当看门狗，连兄弟的活路都断。好的，我帮你压着他。别开枪，苏老板有话好说。秃影，你的车和枪现在归我。去死吧！不鸟，老子以前跟你一样，也是个吃腐肉的，但现在老子在客栈里有大米粥喝，有消过毒的井水当看门狗，在这废土上有骨头啃的狗比饿死的狼强100倍。喝吧，消过毒的井水没辐射。苏老板，这水你在地底下装了过滤器？这是平安客栈的规矩，只要付得起价钱，你要什么都有。苏青，数据出来了，高能联酸电容4箱，无污染土质改良剂3袋，还有1大棍高纯度红铜线，以及5块军用折叠太阳能板。这些东西并入系统，我们不仅能维持每天的电力消耗，还能开辟出后院的第1块温室。成功并入全球物流数据库，检测到高价值工业物资能耗上限提升至150点，当前 SP 余额36.50、86.50。苏老板，我老金在废土上跑了10年车，黑狼帮死撸杀人，老子什么人都见过。但像你这样在黑鱼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，瞬间拍平一个皮卡车队的，老子是第一个见。这8成货，我交的心服口服。平安客栈不收金属骨头和废铜，你在我的地盘上做生意，只能用这个。苏老板，废土上大家只认真金白银和武器，你弄这几个塑料骗子，谁能信呢？他们会信的，因为只有拿着这个塑料片，才能从顾老这里换到干净的白米粥，才能从老林那里拿到消炎药。最重要的是，只有拿着平安币，才能在黑羽个兽潮来的时候进到这股混凝土墙里面。苏老板，你这脑子不去龙城科技当董事，真是屈才了。这生意我跟了。瓜子，苏老板，有种你现在就杀了老子，否则只要黑风口的人发现我没回去，死龙的重卡车队会把你的铁皮房子碾成泥。雷子，带他们去后院。温室需要人夯土，地基需要人挑水。杜大爷，给他们1人发1把铁铲，不干活，今晚就把他们吊在垛外。新的规矩已经建立，但废土的夜夜才刚刚开始。苏老板，这筹码做的精细，不过老子车上的高能电容和红铜线，你就给折了50个平安币，是不是黑了点？老金，死卢的重机枪射了我的防线20秒，维修屏障消耗了8点 SP，
这笔弹药损耗费我还没跟你算。老金，这烟怎么卖？1枚平安币，抽3根。苏老板，我这手环上的工时能换这牌子吗？在吧台自助兑换机上刷一下，1个工时兑换1枚平安币，系统收取10%的客栈维护费。老板，我想换1袋精盐，我老娘风湿，得吃点咸的。精盐2枚平安币1袋，你的工时不够。那我明天多搬2箱水泥。小兄弟，我车上还有半袋粗盐，杂质多了点，但便宜。你把手环借我刷一下，我私底下。老金，客栈内部禁止任何私下物物交换，所有交易必须通过大厅的登记终端使用平安币，违反者没收全部货物，驱逐出安全区。规矩，我懂。苏老板，别动气。这个破败了10几年的盐碱地，终于在这一刻有了市井的烟火气。老子，你以前在黑风口跟我混的时候，老子分过你2箱罐头。现在你给这女人当哈巴狗。我藏在黑风口的沙梁底下，还有5箱无污染的罐头和3把完好的自动步枪。只要你今晚把大门的赔良箱保险丝拔了，等护众熄灭，我带你回黑风口。那地方以后你说了算。秃鹫，牙齿缝里的冷风吹得挺大呀。大晚上的不干活，想绝食？老子，你觉得那些烂枪能在安全区的重力网里开火吗？继续挖，明天天亮前少1米，重力加倍。老板，阿林，他快撑不住了。高能电容已经并入，白夫人正在用系统的医疗数据库分析你带回来的药方，只要 SP 足够，下一级升级就能解锁重构舱。我答应过你，会带他出来。警告：龙城私兵第3搜剿队已进入07号盐碱地，目标搜寻叛逃的白董以及未登记的原始人类。龙城科技的搜剿队，他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？苏老板，龙城的搜剿队不是死路那种端着土枪的野人，他们坐的是8轮重装窗车，手里全是电磁轨道步枪和大口径热成像仪。你这水泥墙再厚，也挡不住电磁弹头的反复穿透。白董，搜剿队是冲着你来的。他们不仅仅是要我回去，他们要的是这个。这是龙城生物科技中心主数据库的基因库主要，里面记录了前10代所有的抗辐射适应性改良蓝图。白董，这东西能治华林？能，只要把数据接入客栈的重构舱，不仅能逆转它的异化，还能彻底重置受损的基因。但搜剿队有定位装置，这款芯片每隔24小时就会向外发送一次微弱的高频脉冲。他们已经锁定了我的大概位置。苏老板，那是龙城科技的军队，咱们有几杆破枪，留着他就是等死。把他的芯片交出去，只要我们主动配合，龙城的人不至于为难我们这些拾荒者。脑子进酸雨吧！你觉得龙城的私兵会留活口？在他们眼里，我们这些未登记的原始人类就是带军的垃圾。只要他们进门，第一个被拉去当肥料的就是你。白董，你在我的账本上签了字，只要在平安客栈的范围内，你就是我的员工。我的员工，别人带不走。雷子拿枪，杜大爷，去把后院那2具卡车电瓶拖到配定箱旁。老金，你要是想走，现在就可以去后院开你的卡车，但我保证你开不出2公里，就会在路上被装甲车的电磁炮打成一堆废铁。妈的，老子活了半辈子，这次算是上了贼船了。老板，那没有动静。刚才有一道红光在天上闪了一下，速度很快。确认开启电子伪装。老板，无人机打不打？不能用枪打，这种无人机装有声学定位模块，子弹一旦击中它的后台服务器会瞬间记录开枪位置，并引导后方的装甲车进行市区外轨道炮覆盖。那怎么办？由着他在这扫。雷子，退后，定向重力释放，目标坐标 x32 y45，重力倍数20倍。信号断了，在他们的后台，这会被判定为酸雨导致的机械故障。热成像显示为空白，
对方开启了电子设备。队长，定位器显示的基因相片信号就在这栋水泥楼里，这地方在龙城数据库里没有记录。一栋野路子盖的石头房子，直接喊话，里面的人听着，龙城科技搜缴队执行董事会命令，限你们在3分钟内交出前董事白董以及基因库主要，3分钟后不交人，装甲车将进行无差别轨道炮覆盖。电子轨道炮，一炮就能把这栋楼打对穿，咱们赶紧把白董交出去吧！白董，你行行好，你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，何必连累我们这些地底下刨食的叫花子？苏青，把我交出去吧。陈队长带的是第3精锐队，他们手里的电磁枪能在100米内打穿30毫米的钢板，客栈的屏障撑不住的。白董，我说过，只要在平安客栈的范围内，你就是我的员工。你现在要是走出这扇门，我之前在你身上投入的杠杆染药、井水和安全区维护费就全部变成了死账。我的账本里不接受死账。陈队长，我是平安客栈的老板，这里是中立安全区，白夫人已经登记为我店里的正式员工。客栈不接受任外部势力的搜查和缉拿。安全，废土上除了龙城，没有别的地方配叫安全区。白董，你宁可跟这群拾荒的小华子混在一起，也不愿意回龙城当你的董事。陈队长，龙城的中央穹顶已在酸雨里烂了一半，董事会现在除了用活人做实验，还能干什么？我手里的基因库主要绝不交给那群疯子。白董，董事说了，芯片比你的命重要，那就和这栋房子一起变成尘土的尘土啊！炮手，30毫米电子轨道炮，目标大楼正。老板，那是电磁炮，子弹速度太快，我的枪根本截不住弹道。系统防御模块，重力偏转场激活消耗15点 SP，持续5秒。借重力偏转场，目标区域10条前方10米。开火！怎么回事？弹道偏闪，这地方有强磁干扰。炮手，重新校准弹道。老板，打掉了。车组退后，开启近光灯。甲组、乙组启动头盔热成像，上神桥，用高爆破障弹把那堵水泥墙炸开。老板，子弹打不穿，他们的甲太厚了。杜老大，他们过来了，电磁枪，一枪就能把沙袋打穿。怕个屁！往死里砸，不砸，你脖子上的圈线拧断你。去死！目标：私兵以右手手腕坐标，断裂宽度10公分。陈队长，看看你的战术电脑。陈队长，你应该知道董事会的脾气。如果你带着一堆废铁和我的尸体回去，等待你的会是什么？白董，你行了，但你在这片炎地里藏不久。董事会已经向龙城申求了重型火炮，下一次来的就不是我们第3搜小队了。收兵，走！苏老板，你真的把龙城的正规军给打退了？那可是装甲车呀！在客栈里没有正规军，只有不遵守规矩的客人。麻子，今天没尿裤子，那钢钎砸得准。在这个平安客栈里，他可以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真正的有尊严的活路。苏老板，这平安币的生意，我老金以后跟定你了。明天天亮，我就开着货车回南边。这废土上的活路，以后得由你说了算。老金，这车厢板裂了2条缝，我用胶铁给你焊上了。
路上要是再点断了，可别找我退平安币。陆老大，你这手艺在废土上值一包烟。这30桶无辐射的净水，到了南边的红土集市，那些大水商得拿成捆的子弹来换。老金，路上把这支布盖紧，南边全是矿区，地下水有毒，他们有5年没见过绿叶子了。这东西能换大价钱。老金，30桶水，1筐新鲜蔬菜，折算50个平安币，扣除你昨晚的伙食费和医疗费，一共找你35个。苏老板，这塑料片子我今天就带到红土集市去，只要有人想喝我车上的水，就得拿真金白银跟我换这片子，再用这片子来你这儿买。排好队，1碗粥10斤废铁，插队的没有？12斤，多2斤，记在你的临时工卡里。马干，把你碗里的人本领留下，还有你卡里的点数，去给老子换2颗子弹。这是我拿铁换的，爱手，你放手！我放了你！规矩，在这废土上，老子的拳头就是规矩。里面那个女人有枪，但她管不着这30米外的稀泥地。黑狗，把手环放回去。客栈治安提而养人，在客栈治安方圆30米内，凡抢劫、斗殴、强行索要他人财物者，没收全部所得，罚劳役3天。负责清理后院的粪坑，谁还有意见？外圈劳动效率提升15%，外圈安全管理条例已激活。苏老板，等我的好消息！5天后，我带着钢材和红土集市的规矩回来。他们正在用短波广播，用10发旧时代的9毫米步枪弹兑换1枚我们发行的平安币。老金昨天才走，消息传得比他的卡车还快。不仅仅是快，红土集市的人已经被把我们的塑料筹码当成硬座货了，因为那是唯一能来这里换取无辐射净水和凹盐药的凭证。但在荒原上，一旦某种东西有了货币的属性，就会有麻烦。苏老板，老金带回来的土质改良剂绩效了，这盆稀土里的辐射指数已经精灵，再过3天，温室里第一批无辐射里的萝卜就能拔出来了。顾老辛苦了，这些菜留下一半给劳工，剩下的一半做成野菜汤，供给外军。钢丝5公斤，折合0.5个平安币。老板，换1升净水，再要1颗林医生的妖盐药。我媳妇儿在外面快病死了。站住！这钱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这就是蓝色筹码，我拿铁从红土集市换来。别动，往后退。我指这东西是你在红土集市换的？苏老板，我真不知道这是假的，我用我甄选的3只羊铁箱子才换了这5个筹码呀！我媳妇儿发高烧，肚子里全是黄水，不喝清水，她今晚就死在沙梁子底下了。用旧时代的废弃塑料瓶在大铁锅里融化，然后用粗糙的泥膜压出来的。他们甚至还用化学染料给它涂了层蓝漆。老板，他们这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。如果这5个假筹码今天换走了我们的水，明天就会有成千上万烂塑料瓶做成的高仿货送过来，到时候我们井里的水会被他们活活吸干。求求你们，给我1勺水就行，不给药也行，救救我媳妇儿！如果平安客栈不讲人情，那这里和外面的野匪帮派有什么区别？但如果讲了人情，规矩就会彻底垮掉。罗指，假币没收，但平安客栈不杀无罪者。你肩膀宽，手掌大，多长了1个指头，在废墟里跑铁的时候比别人快。签了这份协议，去后院给顾老挑水，1个小时折算0.2个公式，挑满5个小时，我给你1升净水，1颗消炎药。现在你媳妇在哪个沙梁子底下？南边3里外的废烟囱底下。八子，带上你的铁管，去把多指的媳妇背到客栈的外圈隔离棚里。老林，准备退烧药。
得嘞，包在我身上。谢谢苏老板，谢谢苏老板。不是，明天天亮前，你要是跑完10桶水，今晚你除了吃进去的药，我会让您解散规矩没有。平安客栈这块招牌，在这一天比龙城的城墙还要坚固。多指，歇口气。水井的水位够，温室的泥巴已经湿透了，再浇地就涝了。不行，苏老板说了，5个小时，少1分钟，今晚不给药。我媳妇在外面等药。老林，快来看看，一路上都在吐黄水，身子烫得像炭火。是酸性针重感染，他的腿被雨淋透了，伤口开始烂。我得用干净的水把他腿上的烂肉洗掉，再敷上梅丝粉。林医生，客栈的净化水是有配额的，除去劳工的饮用和温室的浇灌，每天分给泽里的净水只有5升，清洗伤口至少需要2升。雷子，老子跑了3里路，把人从肺炎囱底下背回来，现在你跟我说没水洗伤口，那他不是白抬了？打死规矩是老板。今天呢，我给别的难民系破了例，明天要上哪儿去弄多余的水？林医生，用2升净水。老板，水库里的净化水余额还剩90升。多指今天的5个工时折算1枚平安币，2升净水折加1.2个平安币。白董，多指的账本挂红，记好了，多指赤字0.2枚平安币。雷子，刚才收音机里那个红土片段的杂音又进了5公里。你追着卡车来的？老金走的是石子路，他的车印在泥地里很深，红土是黄帮的黑球调，不会放过那30桶水，让八字把钢枪磨尖。今晚外圈的哨口增加2班。白董，你折腾这些瓶瓶罐罐，真能把外面的脏水变干净？老子在废土混了这么多年，只听过用蒸馏罐烧水，费柴火的很。那是旧时代的简易电解过滤，外面的酸雨和泥水里含有超标的重金属和真菌，这样过滤出来的乙级水不能直接喝，但用来洗衣服、洗伤口足够了。客栈系统内口净化器每天能省下30升的能量消耗。白董，你在水里放铅板和铜线，这玩意儿真没毒。我们这些粗人命贱，但喝了这重金属水，怕是没几天就得烂穿肚子。八子别瞎咧咧，白董是龙城搞科技的，他说能行就能行。我这2天洗脸用泥水，皮都快挠破了。白董，灶灰我给你送过来了，大米格烧的炭吸附毒素最灵。我还是不信，龙城的人以前就用化学药水把我们外面的井全弄废了，现在又来这套。八子，手拿开。成功建立初级物理化学电解过滤组，外泉水资源供应瓶颈提升，以及安全洗涤水。系统每日基础 SP 能耗下降0.5点。八子，带人在外圈围墙边挖5个过滤机。白董提供技术，不配合的今晚没有水用。赵哥，给我来5升洗涤水，这新水便宜，只要0.1个平安币，我终于能把我那条烂裤子洗洗了。省着点用，这水不能喝，只能洗衣服。老哥，这石头房子真能变出净水？那蓝色的塑料筹码真能在里面换到白米粥？废物，你没看见黑狗那无赖，不干活连清水都没得喝。这地方规矩硬得很。你在地里刨什么呢？老板说了，外圈起货物资私藏不报，等于偷窃。儿子，这家伙眼生不像是附近跑艇红土石黄帮的标记，这家伙身上有一股消失和劣质火药的味道。说，黑杰克派你来踩盘子的。别打了，我说，老金昨天中午把货车开进了红土机场，他车上的水和萝卜苗把整个集市都炸开了。黑杰克的眼红那30桶水当场把老金的车扣了。黑杰克已经救济了红土帮的3辆铁皮卡车，带了30号人。他们说这地方是个金矿，今晚就要来把这水井刨了。老金的车被扣了，我的账本又多了一笔坏账。雷子，把所有的子弹压满，今晚客栈准备收账。苏青，红土帮的车队过来了，一共3辆，都是重型皮卡改的，车身2侧焊了双重废铁板，他们的避震弹簧压得很低，车斗里装了重货，应该带了自制的大口径火药枪。
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不管你是龙城的少爷还是荒野的叫花子，老金的车和货现在归我黑杰克了。交出水井的控制权，再放那个龙城的女人出来，老子留你们一条活路。不然，今晚老子先把这胖子给了天灯，再用炸药把你们这水泥活子炸成平地。老板，老金是我们唯一的正道，如果他死在外面，我们发出去的平安币就成了废塑料。老板，老金绑在机枪盖上，如果我开枪打射开，子弹很可能直接打中老金。老金车上的电容和红铜线，客栈的经济信用度将瞬间下降40%，这会导致系统 SP 产生不可逆的质子扣除。八字杜大眼，穿上黑橡胶防雨服。现在，一会儿我开启电子伪装，你们两个从后门绕过去，带上钢丝钳，2分钟内把铁丝剪断，把老金拖到石桥下的水泥柱后面，能做到吗？不就是摸过去剪铁丝吗？老板，今晚我要是把老金少带回来1斤肉，你明天把我脖子上的全拉紧1倍。干了！妈的，人呢？刚才那死胖子还在车头上，怎么一眨眼没了？二哥，这地方有鬼！胖子，别叫，叫一声，老子现在就把你扔在这儿喂狗！上到了，他们在桥底下，开枪，给老子往桥底下走！雷子，打第2辆卡车的油箱，那辆车的油箱外露。明白。黑杰克，你的车留下。定向重力释放，目标领被皮卡级半径10米区域，重力倍数30倍。杜老大，加把劲儿，到红线了！苏老板，我的货我保住了。雷子，带上家伙。收到。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红土帮在南边有200号人，你敢动我，他们会把你的水井炸了！黑杰克，死到临头还在这跟老板盘账。昨晚龙城的精锐队在这丢下了2具尸体，你那200个拾荒的土匪，够装甲车轰几炮？全息系统劳工协议。你车上的货和剩下的2辆车用来抵消你今晚对客栈造成的损失。你手下的200个拾荒者，以后刨出来的废铁只能用老金的货车运到这里来换水。签了它，不签，今晚你就吊在这根石柱上，看明天的酸雨怎么融掉你的葡萄。这片盐碱地的规矩已经彻底变了。系统提示：成功并入红土集市贸易通道。从这一刻起，在这片红土废墟上，只要手里拿着平安币，我就拥有了神明般的特权。苏老板，老子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笔买卖，就是进了你平安客栈的门儿。苏青，昨晚收缴的3辆皮卡车已经全部拆解，车架上的防弹钢板重120公斤，已经堆在后院。老金的货车底盘裂了，杜大眼正在用钢板给它焊梁。黑杰克，把石头码平。石桥到大门这30米的路，今天要是铺不完，今晚你没有野菜汤喝。妈的，你以前在黑风口算个屁，连给老子提鞋都不配，现在拿着一根烂铁管跟老子指手画脚。黑风口已经没了，在这儿，苏老板是规矩，我是执行规矩的人。
继续搬。苏老板，我的车半小时后就能动。这次去红土市场，我带200枚平安币过去。那帮矿工和拾荒者看见我车上的水，眼珠子都红了。表哥，看看这个，南边废车厂里刨出来的，都是好铜。4.2公斤，折合0.8个平安币。去旁边顾老那儿，温室里今天刚拔了新鲜的萝卜叶子，拿去给孩子熬汤。听说黑杰克在这儿栽了，我不管他的死活，老子手上有200发打好铅弹的9毫米步枪弹，这些子弹换你车上的5桶净水，现在就抬出来。客栈规矩，子弹去左边兑换处折算成平安币。还有，安全区40米范围内，任何武器必须上好保险或者留在大门外。规矩，在红土矿区，老子背上的枪就是规矩。老爷，在这儿，枪不是规矩，客栈才是。我对。老板，白董，这是今天外圈窗口收上来的210枚平安币。今天下午排队换水的人突然多了3倍，而且他们不带废铁了，全是拿平安币来直接兑水。你闻闻，上面还有一股没洗干净的敌敌畏和有机磷农药的酸涩味。他们有工业车床，对，如果不是扫描仪，肉眼根本分不出来。苏老板，不好了！进化型的抽水电机温度升到了80度，水泵的压力阀一直在叫。今天下午外圈换走了将近60升净水，地下的滤水层渗透速度跟不上，再这么抽下去，井底的泥沙会被带上来，电机非烧了不可。老板，大门外的石桥上排队的矿工已经排到了30米外，他们手里都拎着兽皮袋子，里面全是这种蓝色的片子。带头的几个人在起哄，说我们要是再不放水，他们就用羊羔把铁栅栏砸了。妈的，这帮挖煤的恶鬼！老板，我带巴子和王五出去，把带头起哄的那2个给突突了。不行，排队的难民有30多个，他们手里拿的假币很可能是用废铁在红土市场跟大矿主换来的。打死2个，剩下的难民会觉得我们在赖账。客栈的信用一旦没了，平安币就彻底成了废塑料。那怎么做？白董，在交易窗口安装红外扫描槽，凡是丢进槽里的筹码没有防伪特征码的，系统直接在内部用高温熔成铁皮棚的塑料雨棚。明白了，收进去的是假币，吐出来的是烧焦的塑料渣。雷子，把大门打开，告诉外面的矿工，平安客栈认筹码，不认人，让他们把手里的平安币窗口里丢。排好队，1排1人，把筹码放进窗口的铁流槽里，真的兑水，假的熔渣。10枚筹码，6枚没有特征码，已自动电熔，剩下4枚真的。你融了老子的钱，6个筹码，那是我拿2个铁轱辘在红土机上跟大矿主的短视换来的。你们平安客栈抢钱，对，咱们就把我们的钱烧了，冲进去，里面多的是水。退后，哪个皮痒的想去后院当死奴？往前走1步试试。铁块，客栈不收假账。老子在红土机上换的时候，管事说这就是真钱。他骗了你，真正的平安币能在这里换到顾老刚拔出来的萝卜叶子，能换到林医生退烧的药，假的只能用来给我的大门当防雨布。你被红土集市的矿主当成了抽干我水井的工具。那我那2个铁轱辘就这么白白没了，我媳妇还等水用。今天开始，平安币只由平安客栈发烧，老金的货车3天后会带红土集市的废铁回来。想要真币，拿你们刨出来的铁轨和铜线来换。至于多出来的假筹码，拿着它回红土集市去找给你们发假币的大矿主，告诉他平安客栈的账本他赖不掉。妈的，红土集市那帮吃人肉的管事，大伙儿，我们回去找黑杰克的人算账去。第一波假币退回去了，我们的水井水位保住了。老金的卡车该回来了，黑杰克丢了2辆车，这笔账得让红土矿处用铁砂和煤块来平。苏老板，我老金回来了。顾老大汉的车轴结实，一路上拉了3吨货，连1根螺丝都没松。老金，要是松了，老子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货呢？苏青，高纯度红铜15公斤，这些焦煤的含硫量很低，是旧时代钢厂的高级料。
有了这些铜线和焦煤，顾老的温室管道就能彻底连通，我们甚至能自己开炉炼铁。好煤，火硬得很。冬天的温室暖气有保障了。苏老板，红土集市这2天彻底乱了。昨天晚上3个采石场的苦力直接放火烧了大矿主的仓库，还把他们的运煤车给砸了。这些焦煤和红铜是那些苦力连夜想出来的，拖我的车带到这儿来换水。现在整个矿区的人都指着你这口井救命。老金，这趟货给你结50个平安币，扣除你昨天的医药费和堵车轴的工时费，一共找你35个。35个，够了。苏老板，红土矿区的几个大矿主现在急眼了，他们派了眼线在我的车后面跟着，虽然被我绕开了，但过几天他们就会带人摸过来。他们手里有2台开矿用的蒸汽钻车，还有20台土枪。一只混凝土大门虽然硬，但这地方他们逻辑跳墙。雷子，在，让八子去外旋放哨。从今天起，凡是红土矿区过来的难民，只要带废铁，一律换水。至于那些开矿车的矿主，他们要是敢来，就把他们的矿车留下来，给顾老的温室当废铁装死。地基震动频率到了12赫兹，那螺纹钻头是用来钻碎花岗岩和铁矿石的。物理屏障无法完全隔离这种慢速高压的物理钻头，如果被它贴上围墙，每分钟要消耗15点 SP 才能维持混凝土结构不碎裂。杜老大，那铁疙瘩一铲子能把卡车撕开，咱们这围墙真能挡住？挡不住也得卡。王五，把钢蜡系在桥端上，等它上桥直接锁死履带。里面的女老板，我姓陆，红土矿区的主管。你断了我们的财路，煽动我们的矿工，还扣了我们2辆车。打开大门，把净化井的控制权交出来，每月给我们红土矿区提供10吨水。雷子，瞄准领头车的蒸汽管道。瞄准了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炮手，推拉杆，给我钻开他的大门。重力锁定，目标领头车锅炉排气阀，重力50倍。减压，快减压！压力表爆了！雷子，把他拖进来。他的安全帽和皮大褂折合0.5个工时。老板，人薅进来了，外面第2辆钻车上的人全吓跑了，车丢在石桥上，火还没熄。苏老板，你炸了我们的钻车！你那是矿区的财产，你这是强客栈治安条例第3条，凡使用重型武器或工业设备袭击客栈者，设备一律没收，抵消对客栈造成的物理损耗。没有那2台钻车，红土矿区根本出不来煤，矿工会饿死。你在这儿也拿不到1粒煤。我不需要你来开矿，老金的货车3天后就会带新的矿中过来，他们会用手里的铁刨煤来换客栈的净水。至于你，陆主任，你现在是2级死囚劳工。苏青，第2辆钻车是完好的，它的高压蒸汽锅炉和透云减速箱可以拆卸。如果把这套发电设备接入我们井的地热风口，我们就能利用地下的天然热能建立一座小型的地热发电站。到时候，客栈不仅能源无忧，还能彻底摆脱对外界高能电容的依赖。地下的热风口，白董，你说的是那个旧时代的07号地下防空牢里？那里面邪门的很，核战的时候被封死过。里面不仅有地热，还有旧时代的军用仓库。检测到可并入高压蒸汽堡垒。系统提示：成功登记劳工1名，每日 SP 被动收益提升5点。地热喷口的水温到了-110度，地下的气压在上升。如果不尽快把第2辆钻车上的高压蒸汽透容机安装在减压上，顶部的地基会因为气压过载而开裂。白董，07号避难所里真有旧时代的医疗数据库。警告：地底存在高浓度电磁辐射和未知生物电波，进入该区域需消耗 SP 维持微型防护区145点 SP， 探索地下的消耗极高。老板，带老子下去！我以前在龙城私兵里当差的时候，清剿过旧时代的废弃防空洞，里面的电路阀门和应急电源在哪儿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苏老板，这是我20年前在废墟里捡到的。这掩体里不仅有热泉，还有一套旧时代的自卫保安系统。那地方以前有一台旧时代的军用红脑主机控制，几10年过去了，那电脑指不定还在转。那玩意儿不认人，只认防化服，见着活人他就开枪。
大爷、雷子、白董，跟我下去。八子，你和王五守在大门和通道口。雷达要是亮红灯，立刻用钢板封死大门。任何人想强闯，直接用铁管砸。明白，老板，你们小心。温度45度，这里的空气呈弱酸性，我们必须在20分钟内找到通风阀门，否则橡胶密封天和雷达天线会被腐蚀。白董，别走太快，旧时代的地堡，走廊顶上都装了压力式排气雷，踩中一根半线，整个通道都会被神经毒气灌满。先去把第2辆钻车上的透轮发电机安在氧压叉上，不然气压过载，主控室的门我们也进不去。不打，防弹层扛不住重机枪啊！重力锁定，目标天花板轨道，倍数50倍。老板，这重力网比龙城的电磁雷还好使。雷子，走。2.5个兆帕，气压过载了，我们必须立刻扭开庞图减压，把地热蒸汽引到透轮机里去，不然底部的法兰管撑不过5分钟。白董，这轮子上结了30年的硝涂和硫磺，用管钳根本咬不住。杜老大，我帮你。雷子，杜大爷，退后。重力偏转，扭矩。有电了，这地方现在跟龙城的内城一样亮了。白董，发电机动了，去开门。警告：07号防空保水，中央控制区正处于应急锁定状态。输入龙城生物科技高级执行代码10102，绕过网络认证。指令执行，拒绝进入散热装芯，自卫中央防封锁程序启动，正在永久关闭主管道地热减压器。陈队长，一定是那个陈队长，他在逃跑前通过卫星网络更新了黑名单。红脑要关闭降压器，一旦降压器锁死，刚接通的蒸汽发电机就会因为瞬间超压而炸毁，地基也会被炸开。白董，如果我把这高压油管剪断，切掉里面的压力，阀门是不是就能卡在开启位置？是，但里面的液压油压力有200多帕压。屏蔽区激活。没油了，看这破红脑还怎么关阀门？检测到应急液压回路故障，安全防御等级下降。数据库还在运转，这里是07避难所的核心服务器。白董，基因图谱在哪儿？致阿林的药方在哪儿？这电脑怎么打不开？雷子，手拿开，那是分子加密锁。雷子，站到后面去。拿到了，阿林有救了。老板，我们发财了！这是真的肉，没变质，密封没坏，连辐射指标都是0。杜大爷，这些罐头和种子用卡车的后斗装好。王五、八子，下来运货。白董，把抗体配方接入客栈的重构舱。今天开始，客栈准备救人。
老板，地下的箱子全搬上来了，一共5个，里面全是铁皮罐头和真空包装的种子。苏青，主特体图谱已经写入重构仓的控制芯片。雷子，去把你妹妹抱过来。白董，阿林带过来了。抱进去，把皮带解开，头朝上。杜老大，这是真肉，真肉没变质，没酸味儿。给顾老送去，今晚多扔点干野菜，给大伙熬一锅肉汤。苏老板，这是真麦种，没辐射，胚芽是活的。有了这东西，咱们后院那半亩地，明年开春就能长出真庄稼。八子、王五、赵六还有雷子，坐到长椅上来。白董，外面废车场里还有3车皮卡铁皮没逃呢，坐在这儿看你画白头子，能刨出铁沙子来。就是，白董，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看你这石板，比看外面的变异巨蟹还头疼。在平安客栈，一个搬水泥的普通劳工，一天挣1枚平安币；能去地底下看管电灵机调整便利像电压的电力学徒，一天挣3枚平安币。你想一辈子跟着杜大爷去掏粪坑，现在就可以出去。八子，老祖宗说的对，手里有了技术，走遍荒野饿不死。听白董的。今天讲第一课，蒸汽。高压蒸汽从地底下冒出来，它有力量。如果你们只知道用铁锹去砸阀门，明天蒸汽就会把你们的手指头烫成肉泥。八子，如果压力表上的指针指到了红色区域，你先扭哪个阀门？压住了，是个孩子。雨太大了，那铁架子少说有400斤，没有起重机根本抬不起来。苏老板，解开老子的拳，快点儿！确认。麻子，拿铁锹棍过来，快点儿！杜大爷的2根肋骨彻底断了，如果不送进重构舱，他撑不过今晚。杜大爷，我这算不算给你的枪击多添了2袋废铁？在我的账本上，一个孩子的命折合50个平安片。你以前欠我的账，今天清了。王五，把他抬进1楼的重构舱。杜大眼的肋骨已经复位，骨裂处的细胞重组在半小时前完成了。重构舱的修复效率是龙城军用级的。不疼了，骨头缝里热乎乎的，像没断过一样。顾老，这肉香的老子骨头都酥了。在红土集市，只有大矿主娶媳妇的时候才能闻到这股油腥味儿。阿林，先喝，重构完了，肚子空得很。昨天老子还在地里刨铁，跟黑狗那圈无赖抢半块变异狗骨头，今天能在这吃上真猪肉。龙城科技的内城里，每天用无土材培和化学药剂合成大米，那东西吃起来像塑料。顾老，你这萝卜叶子的泥土味，我在内城5年都没闻过。老板，
完了！龙城的第一重炮团已经到了南边10公里，他们的大炮正朝着你们客栈的方向校准，快跑啊！老金没开玩笑，龙城第一重炮团，他们装备的是旧时代的152毫米电磁自行加农炮，高爆弹头，10公里距离，弹头飞到我们头顶只需要10秒钟。杜大爷说的对，一发152毫米电磁炮弹的动力，相当于30吨卡车以100公里的时速正面撞击。我们的混凝土墙防弹性能很好，但挡不住这种重炮的连续起射。震动波会直接震碎我们刚加固的地基。07号防空掩体的3楼，那里面有一个电磁屏蔽启动，他们没有锁定，只能盲射。盲射的炮弹，我们的防护罩能挡住。顾老说的对，重炮团极度依赖天眼卫星和侦察飞营的红外定位。逃跑等于慢性自杀，不跑，客栈在这儿，规矩就在这儿。雷子，带上应急电源。杜大爷，你带八字守在1楼。得嘞，老板，只要我杜大爷还有一口气在，这大门就倒不了。一发152毫米高爆弹打在客栈10墙外40米的地方，护盾挡住了弹片，但刚才那一下消耗了12.7。老板，第2发下来了，砸在桥头废车堆里了，外圈的难民全挤进大厅了，王府在守着门栓，你们快点！雷子，加快速度。成秀了，焊在一起了。这是高看钢，用刀和管钳弄不断，必须用乙烯枪。是管道维护珠，地底的辐射让他们的识别代码出错了，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堵塞管道的垃圾。偏转，重力。白董，雷子，门开了，进去。电容干枯了，发电机给它充了电，但启动电压不够。我们必须手动把这铜质转子摇到每分钟40寸以上，利用物理磁切切割产生启动电压。莎莎老板，一分发直接打在了东墙的群机上 ，TSP 只剩42点了，护盾在闪，下一发要是再打中，楼顶被塌了不可。雷子，听我口令。预备，转！重炮团正在校准第4发，还有30秒。10转，20转，还不够，再快点儿！重力辅助，扭矩加倍。40转了，电压够了。老板，你们可算上来了！外面的动静刚才突然全停了。打偏了，最后一发大炮砸在了500米开外的沙梁子里，把2只变异狗炸上了天。重炮团没有红外线引路，就是个睁眼瞎。苏老板，龙城那帮黄花蛋的侦察飞营直接从天上栽了下来，砸在石桥上碎成了零件。他们的装甲车在南边转了几个圈，一发炮弹也没敢再放，现在已经顺着石子路撤回去了。电网稳停，高压蒸汽轮机运行负荷22，地轮能已经完全截断了客栈的供电 ，SP 能量开始自动恢复。这一关我们撑过来了。杜大眼，伤口长好没有？重构舱的药水殆尽，再砸2把钢架我也顶得住。带上八字，把黑杰克和图努拉去前院。石桥被炸断了半边，让他们2个把砸碎的花岗岩重新搬回来，把桥面铺平。
明天天亮前铺不完，今晚没有水。得嘞，八子，去拿绳子和钢鞭。那2个挖煤的今天别想闭眼。苏老板，土已经松好了，明早咱们就能把那10几包真麦种和许银菜种下去。顾爷爷，这些能长出大米饭吗？傻丫头，这是麦子，磨成粉能烙出热腾腾的死面饼子。马杆，那里没有麦子，真麦子！别犯傻，苏老板的枪快得很。杜大眼现在是保安，手里端着双管子呢。老子饿了3天了，肚子在吃自己。今晚不吃，明天就得进万人坑。把粮放下，不放老子捅死你！不能吃，这是种子，这是火种。在平安客栈都吃，你活腻了。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我也要吃！你们有水有肉，凭什么让我们在外面吃土？在我的账本上，1粒种子明天能磨出1000颗面粉。你今天吃了1粒，明天外线就会有10个人因为没有面粉而饿死。客栈不吃亏本账，今晚扔出去喂外面的铁骑犬。八子，过去看看，别让他们死在石桥上，坏了老板的防线。喂，起来，要换水去左边窗口，别在这儿挺尸。是藤蔓病，这不是酸雨烫的，是红土矿区的真菌瘟疫。妈的，是南边那个沾着就烂浑身，3天就能死一窝的瘟疫。雷子，把大门锁死，别让这几个人靠近水井。林医生，这药能治吗？治不了，我们手里的苏胺和消炎药只对普通伤口有用，这是真菌，得用高纯度的抗真菌药水。都给老子退后，退到红色光链后面去！谁敢迈过这根线，老子现在就把他崩了！八子哥，我昨天干了5个小时，我的卡里有3个工时，让我进大厅吧。林医生手里有退烧药，我不想死在这稀泥地里。黑狗，老板立了规矩，红线以内是禁区，你得了病，进大厅会把大伙全害了。退回去，退到红线外面。行。07号掩体里带出来的基因主要数据库里有旧时代的抗真菌2号配方，只要能采集到后院烈热风口下的硫磺和石灰石，我们就能在客栈的医疗舱里合成先杀红绿真菌的药水。但启动医疗舱的物理合成需要额外消耗30SP，而且必须建立绝对的隔离区，防止病毒在合成时发生变异。放我进去，我不想跟这些死人烂在一块儿。在平安客栈，红线就是死线。老林，把黑狗和难民甲抬进隔离棚。八子，带人在红线外侧用铁皮板和碎石垒一堵墙，把风口堵死。想要活命，就老老实实待在红线外面。敢跨过这根线的，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苏青，发电机下方的排污坑里有地热泉带上来的天然硫磺，但那里的空气里全是硫化气，温度到了80度，人下去不戴防毒面具，3分钟就会窒息。偷教黑巴克，戴上面具，拿着桶下地下室，把底下的硫磺矿和石灰石缠满这2桶。杜大眼，那排污坑是油锅，一脚踩碎，连皮带肉全化了，老子不去！不去！我去，杜老大，松手，松手！八子哥，
枪吧，或者把我扔进外面的井里。我胸口烫得像火烧，像有虫子在啃骨头。黑狗，别胡说，白董在上面用电脑合成药水呢。老板没放弃咱们，你挺住。雷子，真菌扩散的太快了，最多到明早，这些斑就会烂穿他的胸腔。必须快点把药水合成出来。老板已经让杜大爷下地道去挖硫磺了，只要药材够，随时能合成。在这片废墟上，死神的脚步正在加快，而平安客栈的这道红线，必须用更多的蟹鱼铁来填平。不行，没有活性蓝藻，合成出来的只是普通硫磺氧膏，根本杀不死钻进血管里的真菌。苏老板，黑狗快撑不住了，他胸腔里的真菌已经开始产生毒气，压迫呼吸道，他的脉搏只剩下40下，最多1个半小时，他就会窒息烂死。白董，这变异蓝藻哪里有？南边1公里，旧时代化学厂的冷却水池，那里的水呈强碱性，而且有重度对渣辐射。没等下火的，进去就是给狗送肉。老板，我去。我妹妹刚治好，如果瘟疫在外圈散开，客栈迟早保不住。我熟悉南边废墟的路，1个小时内我能把蓝藻带回来。雷子，老子跟你去，我知晓怎么对付那些野狗。雷子八子，扣下这个，电磁轨道会自动充能，子弹射速比你们的土枪快3倍，能打穿铁脊犬的头骨。你们有1个小时，如果带不回来，今晚大门会永久锁死，红线外的人自生自灭。明白，老板。雷子，动作快点，这气味熏得老子眼睛睁不开。八子，趴下！走，拿上药。帮我把止血带拿过来。白头，药接着。苏老板，黑狗开始抽搐了，他的喉咙里全是黄绿色的沫子，脉搏快摸不到了。给黑狗，他撑不过2分钟了，老子还能挺一会儿。八子，在平安客栈，命是标好的价。你的药折算1.5个平安币，记在杜大眼的保安部账上；黑狗的药记在他下个月的劳役工时里。客栈不吃死账，也不赊账。安全区内传染源排查0，
外层隔离棚真菌活跃度及低情控制状态，已遏制。当前 SP 余额64.50、79.50点，完成1情控制任务。系统奖励15点 SP。苏老板，黑狗退烧了，他胸口那些黄绿色的斑点全部收干了，化成了硬黑痂，他已经能自己喝下半碗粗麦粥。死成，这小子命大，我还以为今天得去桥底下给他挖个坑。老板的2万副药水打下去，连一狗都得拉稀，别说他胸口那几片烂肉了。苏青，抗真菌2号今天消耗了300毫升，隔离棚里剩下的3个疑似难民也打了药，症状已经消失了。按照规矩，老林正式并入客栈系统。成功并入医疗部分支，客栈结构升级，增加临时医疗棚1间，当前每日 SP 被动消耗加1点。黑狗，你小子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我昨晚在后院挑水，听见杜大眼说，那药水里放了铅板和地热泉里的火药，收干了。红土矿区那边得了这病的人，第3天就得烂成一滩水。客栈既然有这神药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昨晚非得逼着雷子和八子下强剑池，他们分明是想拿着药逼我们钱卖身契。你嫌贵，现在可以滚回红土矿区。活性蓝藻是八子用1条腿在强奸池子里跟铁鸡犬搏命换回来的。客栈不施舍，想要命自己拿废铁来换。苏青，重炮团没有开炮，是因为他们的无线电和天眼卫星被地底的干扰器彻底切断了，但他们拉了光缆。他们用光导纤维电缆连接了地面的前沿指挥所，5辆8轮重型装甲输送车和30名身穿碳纤护甲的步兵已经到了桥头。雷子，外面的人要动手了。老板，开开门，放我们进去！那些兵要开火了！我们有平安币，我们昨天挑了5个小时的水。所有人退回隔离棚，红线不准跨过，敢过线的，重力环会拧断你们的脖子，老老实实待在外面，客栈会开火。白董，苏老板，你们的电磁干扰很聪明。你们现在在我们的光学仪镜里是一张白纸，但只要我们的步兵冲过去把高破障弹贴在墙上，这栋水泥楼就会变成废墟。我给你们3分钟，交出芯片和白董，不然我先从这些拾荒的垃圾开始杀起，每1个小时杀2个。苏老板，30个士兵，他们手里全是电磁枪。白董，接入他们的光缆。你想利用他们的控制警数？对，他们既然送了线过来，那这5辆装甲车今晚就留在客栈当废铁。龙城私兵使用的是红脑2型防御网，数据防火墙在实时更新。我正在使用基因库主要的底层协议进行数据反向试冲，他们的光缆没有物理隔离，这是我们的机会。数据被黑了，甲组移动，立刻出墙，高炮弹贴在大门上，开火！确认解锁。数据反向移除成功，我拿到了装甲车火控系统的副授权。打！车组，火控系统失灵，切断手动。撤回黑风口！陈队长，别在泥里攻了，再往前爬1步，老子用铁砂子把你的另一条大腿也洗一遍。杜大爷，你这个叛徒，你以为你保得住这栋楼？苏老板，你赢了这30个兵，但你不知道南边的情况，龙城中枢的防御网彻底崩了，天眼微度酸雨和电磁风暴马上就要覆盖这片盐碱地。陈队长，客栈不吃死仗，你的车还有车顶上的高频大功率卫星天线，现在归平安客栈。苏青，接口是对的，他们的通信天线是旧时代的微波中继发射机。信号接通了，天眼102号卫星重新并网。
什么是别的避难所？老天爷，这废土上不止我们活了下来。系统选项已激活，宿主身体基因重构，消耗 SP 50点。是否执行宿主身体基因重构，重组受损腰椎，清除微量辐射毒素？执行。SP 当前余额30.0。雷子，辛苦了，外圈怎么样？黑狗他们已经回棚子歇着了，伤口都在结疤。发电机运行负荷35，地壳能完全稳定。天眼102号的微波中继信号很强，西边红土集市的信号频段已经和我们锁死。今天早上隔壁铁山避难所的公开频段也在向我们发送握手信号。苏老板，麦子发芽了，叶子是绿的，没有黄斑，是真的麦子。苏姐姐，喝水。手底下的力气使出来，把桥墩一侧的角铁焊死。苏老板，我老金回红土了，5天后我带着第一批废铁砂和煤块回来。平安客栈，规矩，铁棍放进窗口。0.5个平安币，去左边换一勺干净的温水。雷子，辛苦了，外圈怎么样？黑狗他们已经回棚子歇着了，伤口都在结疤。发电机运行负荷35，地壳能完全稳定。